美军能横行世界70年，一半靠航母，一半靠 E3预警机。海湾战争，科索沃、伊拉克，E3就是空中总指挥，没有它，美军根本打不了体系战。这回伊朗直接捅了美军的心脏，全球现役最金贵、最核心，美军号称空中不败神话的 E3哨兵预警机，直接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精准炸断了腰，尾部直接封夹，彻底成了一堆废铁。这不是普通飞机啊，这是单机造价7亿美金的空中超级大脑。7亿美金什么概念？50亿人民币。我给你算笔明白账，一架 E3哨兵等于7架 F-15E 战斗机，大约1亿一架。一架 E3哨兵等于10架 F-16V 战斗机，约7000万一架。一架 E3哨兵等于8架 FA-18战斗机，大约8500万一架。一架 E3哨兵等于3架 F-22，大概2.2亿美金一架。一架 E3哨兵等于4架 F-35战斗机，大约1.7亿美金一架，相当于把一整个战斗机中队直接摁在地上炸成渣。美军自己都承认，全球只剩16架 E3，生产线早关了，炸一架就少一架，比核航母还金贵。结果呢？伊朗说炸就炸。孙子兵法有云：擒贼先擒王，打蛇打七寸。伊朗这一手太绝了，直接打掉美军空战体系的王跟七寸。今天呀，咱们就把这事儿扒个底朝天。第一，预警机有多重要？为什么说没它 F-22、F-35全是瞎子？第二，这 E3哨兵被打爆，美国空军神话彻底碎了，还有什么是没打下来的？第三，对比咱们中国的空警3000，全球唯一第3代预警机 E3跟它差了几代，这差距到底有多恐怖？最后这一仗给全世界，给咱们中国敲响了什么警钟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这轮中东战争，美军战损清单能列成一本书。战斗机 F-15被防空导弹击落 ，F-35被击中硬着陆 ，F-18坠海被友军误击，无人机 MQ-9死神被干下来100多架，平均一天掉好几架，2亿美金夸夸夸打水漂。加油机 KC-135坠毁，有6架被炸毁在地面，没了这加油机，它的战斗机飞出去都不一定回得来。水面舰艇林肯号航母被导弹点名，福特号大火烧30个小时，直接退出战场。雷达反导萨德铺路爪被摧毁近10套，眼睛全瞎。基地设施17处美军基地被炸，第5舰队总部几乎爆毁。以前是美军天兵打仗，我炸你，你压根就碰不到我。可现在呢，你炸我，我拦不住，还被精准点名，从天上到地下，从水面到雷达，没有一个环节是安全的。这E3哨兵一炸，等于把美军最后一块遮羞布也给撕下来，连最核心、最保护、最不可能被打的空中大脑都能被直接摧毁。美国还有什么是打不下来的？道德经讲：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；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美军靠以前的技术霸权、装备优势横行天下，以为高不可攀，坚不可摧。结果在伊朗面前，锐不可保，玉不可守。所有的神话全是纸老虎。很多家人问，不就是架带雷达的飞机吗？至于7亿美金，至于这么心疼？大错特错！你把预警机当会飞的雷达，就像把满汉全席当泡面，差了10万8千里。我用最通俗的话把预警机的地位讲透。第一，预警机等于战场天眼，先敌发现，掌控生死。地面雷达有盲区，看不远，容易被干扰。预警机飞在9000米的高空，居高临下，360度无死角，能看到600公里以外的战机，400公里以外的导弹，甚至地面坦克一调动，兵法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而预警机就是那个能让你知彼的超级斥候，没有它，战机就是瞎子。F-22、F-35隐身再强，雷达看不远，看不到低空目标，等于黑夜里裸奔。导弹再先进，找不到目标，锁不准方位，就是烧火棍儿。2. 预警机等于空中大脑，体系中枢，指挥千军万马，协调通信数据链，同时跟踪600个目标，指挥100架战机作战，把空地海天所有信息打通。歼击机、轰炸机、加油机、电子战机、航母、驱逐舰全听它调度，充当通信中继，
让所有的装备实时共享情报，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作战网。一句话，现代战争没有预警机就是单打独斗，有了预警机才是体系碾压。美军能横行世界70年，一半靠航母，一半靠 E3 预警机。海湾战争，科索沃、伊拉克 ，E3 就是空中总指挥，没有它，美军根本打不了体系战。3E3 哨兵曾经的王者，如今的老兵病夫。E3 哨兵1977年服役，基于波音707改装，机备橢9.1米雷达罩 ，AN/APY-2 脉冲多普勒雷达，当年确实世界第一，探测距离高空600公里，低空400公里，续航6至11小时，加油后24小时，号称空中永动机不败神话，从未在实战中被击落过，直到这回被伊朗彻底打破。问题就是它太老，50年高龄，电子元件、数据链、抗干扰、反隐身能力全面落后。美军想换E7，结果呢，36亿美金造2架，单价18亿美金，成本爆炸，技术拉胯，直接黄了。现在的美军老的E3被炸，新的E7难产，空中大脑直接宕机了。论语有云：老而不死是为贼。E3老迈不堪，漏洞百出，美军还舍不得丢，结果呢，被伊朗一击致命。不是伊朗太强，是美军自己朽木不可雕了。E3一炸，全世界都看明白了，美军没有不可触碰的目标，没有绝对安全的装备，所有的神话都是吹出来的。最打脸的E3不是在空中被打下来，是停在地面的机坪被炸毁。沙特苏丹王的空军基地美军重兵把守，爱国者萨德反导 F-15、F-35护航，雷达24小时开机，号称中东最安全基地。结果伊朗导弹加无人机组合打击，突破所有防线，精准命中E3，尾部直接炸断，机身断裂，彻底报废。讽刺不？美军天天吹反导无敌，防御密不透风，结果连自己最金贵的预警机都保不住。所谓绝对安全，全是自欺欺人。再看这炸一架少一架，美军如何陷入装备死亡螺旋？E3全球仅16架，生产线早就关了，配件难寻，升级巨贵。炸一架，美军战场态势感知直接出现巨大缺口。中东空域波斯湾等于少了一双600公里的眼睛，少了一个指挥100架战机的大脑。以后美军战机起飞，没有E3指挥，就是瞎子、聋子、哑巴，看不到伊朗导弹，战机之间无法协同，航母、驱逐舰得不到空勤，甚至连敌我识别都成问题。孙子兵法3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伊朗炸掉E3，直接夺了美军3军之气，空战之心。现在美军战机不敢远飞，航母不敢靠前，指挥体系混乱，就是打掉了体系核心的致命效果。说到这儿美国还有什么是打不下来的？答案是没有。F-15隐身神话破了， F-22不败神话破了，航母无敌神话破了，反导神话破了，预警机神话也破。从最贵的 E3 核航母到最先进的5代机、最密的反导网，伊朗挨个打破，没有一个能扛得住。这告诉全世界美军不再是神，装备不再是金刚不坏。再强的体系，只要打到核心节点，像什么预警机、雷达、指挥中心，瞬间瘫痪。小国只要有不对称战力，弹道导弹、无人机、反隐身技术，照样能胖揍超级大国。孟子曰过：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美军四处侵略，霸权横行，看似强大，实则失道寡助，外强中干。伊朗保家卫国，以弱胜强，看似弱小，实则得道多助。家人们，最解气的来了，美军E3被炸，E7难产，全球第3代预警机赛道只有中国空警3000一枝独秀，独领风骚。这不是我吹是全球公认实力碾压。先搞懂3代预警机到底差在哪儿。第一代雷达搬上天，只会看不会指挥，相当于会飞的望远镜。第二代相控阵雷达能看清指挥，相当于会飞的指挥台。E3、A50都属于第2代半，老掉牙。第3代全数字化加反隐身加体系化加氮化镓加数字阵列雷达，等于会飞的超级大脑。全球只有空警3000。接下来咱们拿空警3000对比 E3， 看看全方位碾压，差距一目了然。第一，雷达代差，数字阵列碰上了老式脉冲多普勒，
相当于差了2代。E3AN-APY2 机械扫描雷达，模拟信号，抗干扰差，探测距离短，无法反隐身，50年前的技术。空警3000全球首创全数字阵列雷达加氮化镓 T2 组件，全数字化收发，波束灵活，抗干扰极强，精度极高，相当于智能手机对上了老式的大哥大。至于探测距离，一个是1000公里，一个是600公里，远超40%。E3高空最大600公里，低空400公里。空警3000大正面旋转有源相控阵，常规目标勘测近1000公里，相当于北京看到上海，反隐身距离超400公里。像什么 F-22、F-35、B-21全被死死锁定。再看它们的反隐身能力对比，空警3000治的就是隐身能力，而 E3完全就是个瞎子。E3老式雷达对隐身目标探测距离小于100公里，等于看不见。空警3000 SUHF 双波段优化，专门抓隐身。F-22在400公里外就能被发现，隐身神话彻底破灭。第4个，体系化区别，空警3000无缝协同 ，E3老旧脱节。E3 Link 16数据链宽带窄，延迟高，只能连美军旧装备，而空警3000新一代高速数据链，空地海天潜6代机，歼36全体系打通 ，A 射 B 导跨域打击，智能协同，未来空战的标准。再看他们的生存力对比，空警3000更安全，E3简直就是活靶子，尤其是这回战场已经体现。E3没有隐身，速度慢，无电子防护，被发现就等着被打。美军自己都承认，高端战场生存概率为0，而空警3000隐身修行，强电子战，超远探测，先敌发现，先敌规避，护航精准，它的生存能力数倍于 E3。一句话总结。E3是50年前的老兵病夫，而空警3000是21世纪的超级战神。美军在第2代预警机里挣扎，炸一架少一架，而中国直接领跑第3代，独步全球，没有对手，遥遥领先。淮南子有言：机率之所居，则无不胜也；众志之所为，则无不成也。中国军工几十年厚积薄发，攻坚克难，别人搞不定的数字阵列、氮化镓、反隐身，咱们全搞定。别人卡脖子的电子工业、雷达技术，咱们全突破。空警3000不是运气，是实力，是中国从空战追随者到全球引领者的宣言。孙子兵法曰过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中国打造空警3000、歼20、歼36、东风导弹，就是先为不可胜，牢住防线，掌握主动，让敌人不敢来犯。而美军四处侵略，装备老化，体系漏洞，就是敌之可胜。E3被炸只是开始。最后我想说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